1970年11月29日星期天上午，一个父亲带着2个年幼的女儿在挪威北边的山里徒步，走到半山腰，他们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在2块石头中间，一个女人仰面躺着，烧得只剩半张脸，她身边散落的东西被摆得太整齐，像某种仪式。她衣服上的每一个标签都被人用剪刀剪掉了。3天后，警察追查指纹，在贝尔根火车站储物柜里找到他的2个手提箱，里面有8张假护照，一本写满密码的笔记本，5种货币，没有一样能告诉警察他叫什么。55年过去了，挪威警方查过他的指纹、牙齿、字迹、DNA， 一切都查过，但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在那里只有一个名字：冰谷女人。那2个女孩成年以后接受采访，依然拒绝谈起那个早晨。他们走过的那段山谷，挪威语叫 Istalen， 意思是冰谷。山谷还有另一个本地名字 Destalen， 死谷。中世纪有过自杀者，1960年代又出过几起登山事故，这里从一开始就跟死沾着边儿。1970年11月29日上午11点，贝尔根警察赶到 Istalen 现场。警察律师卡尔哈尔沃奥斯是首批到现场的人之一，他后来说了一句话：这地方偏，是个不寻常的散步地点。他们看到的画面是女人仰面躺着，双手紧握举到胸前，法医后来管这个姿势叫拳击手姿势，是被烧伤或活活烧死的人常见的反射姿态。她的正面、脸、头发、衣服烧到无法辨认，但她的背面几乎完好。警察的第一反应是，他可能是在生火取暖的时候出了意外，被火烧到，然后倒下。但他们看见现场散落的东西的时候，这个解释开始崩了。一个空酒瓶 St. Helvert 牌，2个塑料水瓶已经融化，一顶皮毛帽上面沾着汽油的痕迹。这种款式的帽子，挪威人不戴，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那边比较常见。一个塑料护照夹，但里面没有护照。一把雨伞，一个钱包，一个火柴盒，一对耳环，一枚戒指，一块手表，指针停在10点10分。这些东西按法政调查员托尔莫伯内斯2017年接受 BBC 采访时的原话摆放得很奇怪，看起来像是某种仪式，不是被烧后散开的乱样，是有人，可能是他自己，可能是别人，把它们一件一件摆好的。但真正让贝尔根警方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登山事故的是另一个细节。现场没烧透的衣服上，羊毛衫、围巾、尼龙袜，每一件标签都被剪掉了，不是磨损的剪，是用剪刀从布料上一刀一刀干净地切下来。物品上每一处可能有产地信息的地方都被抹掉了，酒瓶上的标签被刮掉了，雨伞上的字被刮掉了。他身上唯一没被烧也没被剪的是几样首饰，但首饰本身没有任何能识别身份的痕迹。那天傍晚，贝尔根警方把尸体送到 Gates 法医研究所做验尸。验尸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做了一个决定，把这个无名女子叫做 Isdalskvinnen， Isdal 女人，冰谷女人。3天后，他们会发现这个名字其实跟之前已经存在过的至少8个名字一样，都不是她。那2个手提箱的存入时间是个关键线索。11月23日，星期一早上，距他尸体被发现正好过了6天，而11月23日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视野的那天。这一天早上，他退掉霍达海门酒店的407号房间，叫了一辆出租车，把2个手提箱寄进储物柜，然后从这座城市的视线里消失了。一直到11月29日山谷里那场火，他再没出现过，中间6天没有任何记录。2个手提箱里除了那8张假护照，还装着这些：5张100德国马克的纸币，其中一部分缝在衬里里面，加上挪威克朗、瑞士法郎、比利时硬币、英镑；多套衣服，标签全部剪掉，多顶假发；一支湿疹膏，处方医生的名字被刮掉了，这支药只在比利时销售；一支处方眼药膏，处方医生的名字也被刮掉；一把银勺子，原来刻着字母，也被错掉了；一个针线包，上面印着日内瓦丽晶酒店的标志；一个斯塔万格一家鞋店的购物袋；一张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还有那本写满密码的笔记本。而2个手提箱里最让贝尔根警方花了几个月才搞清楚的，就是这本笔记本。
警方从挪威各家酒店调取了他可能填过的入住表。挪威所有外国旅客住酒店都要填一张外侨登记表，表上有姓名、生日、国籍等信息。笔记专家比对了挪威全国酒店的表格，最后从笔记判定是他的人至少有8个名字，而每一张表上姓名、生日、出生地、住址、职业全部不同。但有2件事每张表都一样，他写的国籍全部是比利时，他填表的语言只用德语或法语。于是贝尔根警方去比利时进行调查，比利时回信，这些人一个都不存在。他在挪威跑了将近1年，至少8张假护照，至少8个假名，至少8个虚构的人，8个名字背后没有一个是真的，也没有一个能指向那个真实的人。1970年的挪威警方开始把自杀这2个字从这个案子的可能性里慢慢往下排。行李箱里那本写满密码的笔记本本来看起来像废纸，满纸都是字母和数字的碎片，没有完整句子。但贝尔根警方花了几周把它拆开了。笔记本的规则是这样的：日期数字加月份字母加地点字母。警方一行一行对照酒店登记表，把他近1年在欧洲的脚印重建出来了。他去过奥斯陆、卑尔根、斯塔万格、特隆赫姆、巴黎，他还去过罗马，非常频繁。但密码本上还有一些地点字母，直到今天没破解完。11月18日，他搬到霍达海门酒店，住进407号房，这是他在视线里的最后一站。警方在斯塔万格那一站意外发现了一些东西。他在斯塔万格停留期间，去了一家鞋店，奥斯卡·罗特维特的鞋店，买了一双蓝色橡胶靴。店主的儿子罗尔夫·罗特维特还记得他，穿得很讲究，人长得不错，挑鞋挑了很久，问了很多问题。他还记得他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像大蒜。但罗尔夫没注意到的是，同一段时间有一个渔夫在斯塔万格的海岸边看见他在观察军事行动。那个渔夫没去找贝尔根警方，他把这条线索交给了挪威海军一个基地的安全官。1970年12月，挪威武装力量司令奥纳海姆发出一份机密档案，确认冰谷女人的行程与挪威企鹅反舰导弹试验的时间和地点高度重合。贝尔根警方查的是一个无名女尸案，但挪威军方已经在悄悄查另一件事。这份机密档案几十年后才被解密。贝尔根警方一直不知道挪威情报机构在平行调查这个案子。1970年代结束之前，贝尔根警察局长阿斯比约恩·布雷恩给案件下了官方结论，很可能是自杀。但局里有些警官当时就不认同。法政调查员托尔莫伯内斯后来直说：“我个人完全确定这是谋杀，他有多重身份，使用密码，戴假发，几天换一座城市，几天换一间酒店，警方管这种叫阴谋行为。”但官方结论已经下了。1971年2月5日，冰谷女人被葬入卑尔根莫伦达尔公墓无名墓。新棺，挪威警方挑这种棺材是因为它能防腐，也方便日后开棺。出席他葬礼的只有16名卑尔根警察。但卑尔根警方下结论时，他们手里其实有一些没法解释的目击。11月23日早上，霍达海门酒店的员工记得他大多时间待在407号房间里，早餐吃粥，戴着一顶皮毛帽。员工形容他很警觉，好像一直在看着什么。他在那家酒店换过房间，有一次连换了3次。他甚至自己改过房间号。他常常出门前先把一把椅子摆在走廊里，回到房间再把椅子搬回去。那个早上他离开霍达海门酒店时叫的出租车司机，警方一直没找到。这件事卡了21年。1991年，一个匿名的出租车司机站出来，他说那一趟车他不只载了他一个人。他到霍达海门酒店接他的时候，车里只有他和他。但车开到一半，他们停下来，又上来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跟他一起被送到了火车站。司机说他从来没见过那个男人，他也没解释。1991年，这个司机才把这件事说出来。在那之前，他不说，是因为他不想被卷进一桩可能涉及情报的案子。2005年，又一个目击从过去翻出来。一个卑尔根本地人，他1970年是26岁，在地方报纸上看到冰谷女人的草图，他认出来了。他说，在尸体被发现的5天前，他在卑尔根的弗洛岩山坡上徒步，
迎面碰到一个女人，衣服穿得很城里，不像登山。她前面有2个男人，2个男人穿着大衣，长相是他形容为南欧那一带的。那个女人神色平静，但像放弃了。他似乎想对她说什么，但她没说。他当时就觉得不对，回到城里以后，他去找了一位认识的卑尔根警察，把这件事报上去。那个警察告诉他，忘了这件事，这个案子永远不会破。他听话了，听了35年，直到2005年。卑尔根警方草草结案，这件事背后还有另一层。挪威情报机构一局是在卑尔根警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独立调查过冰谷女人。这份档案被列为机密。1970年代和8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挪威国内甚至没有公开报道讨论过这件事。50多年后的今天，连这份调查档案的完整内容都还没有解密。一个女人烧死在挪威的山谷里，正面无法辨认。8张假护照，5种货币，一顶汽油味的皮毛帽，一本写满密码的笔记本。1971年2月，她下葬。新官无名墓，16个穿制服的人送他，然后这个案子就这么按了下去，一按就是45年。2016年，挪威国家广播电台 NRK 做了一个决定，把这个46年前的案子重启。他们委托一位美国艺术家斯蒂芬·米索，根据当年的尸体照片和目击草图，重画了6张冰谷女人的肖像，把肖像送给当年所有还在世的目击者确认。2017年 ，NRK 记者玛丽特·西格拉夫和 BBC 记者尼尔·麦卡锡联手，他们和贝尔根警方、挪威国家刑事调查局合作，重新做了一遍法证分析。关键发现，冰谷女人的亚幼质化学成分显示，她的童年大概率是在法国和德国的边境一带长大。大约14岁前后，她可能住在德国、法国、卢森堡、比利时这几国交界的地方。贝尔根警方原本估计她25到40岁。2017年的新分析说，他接近40，不是30。2018年 ，NRK 和 BBC 世界服务部把整个调查做成了播客，叫《冰谷之死》。节目一上线，全球听众开始给出线索。2019年6月 ，BBC 公布了一个新的关键进展：美国 DNA Do Project 的遗传学家科林加入了。经过 DNA 检测，冰谷女人的母系单倍群是 H24。H24 这个分支起源的指向东南欧或西南亚。也就是说，他的母系祖先不是西欧人。另一条线索同时浮现，当年他坐回挪威的某一架航班上，登记过一个无法识别的法国国民，说明他可能还持有过法国护照。2019年，法国地方报《洛林共和报》这份报纸覆盖法德边境地区，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个住在法国福尔巴赫的男人站出来，福尔巴赫就在法德边境上。他说，1970年的夏天，他和一个女人有过一段关系。那个女人多语言，有巴尔干口音，刻意把自己打扮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他拒绝透露任何个人信息，他常常接到从国外打来的有定时安排的电话。这个男人有一次翻看他留下的东西，里面有多顶假发、彩色衣服，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那个女人正在骑马。他当时就怀疑她是间谍，但他不敢报警。1970年11月，他听说这个女人可能就是那个被烧死在挪威冰谷里的无名女尸，但他没有勇气，一直没说。直到49年后，2023年6月12日，瑞士新苏黎世报刊出一份独立调查，报道指向一个名字：弗朗索瓦·热努。热努是瑞士银行家，但他更出名的另一层身份是2战期间为纳粹德国的情报机关工作。战后，他长期资助巴勒斯坦的激进派。热努自己的护照和他身边人的多张假身份都在战后被警方查获过，而他和比利时关系密切。新苏黎世报提出的假设是，冰谷女人可能是一个被热努派到挪威的巴勒斯坦特工。这能解释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假护照，为什么国籍一律填比利时，为什么在企鹅导弹试验地周围活动。报道还提到，挪威情报机构当年可能向卑尔根警方施压，让他们提前结案。这是这个案子60年来离一个解释最近的一次。但最近不等于答案。冰谷女人的真名到今天没有人知道，她的家人从来没出现过。他的国籍、出生地、母语、做过的事，挪威警方查了55年，每一项还是问号。
他葬在贝尔根莫伦达尔公墓的一座无名墓里。挪威警方挑了新棺，为的是如果有一天有人来认他，他还能被挖出来。但他躺在那里55年了，没有人来。他下葬之前，牙医教授吉斯勒邦取下了他的颌骨。他想，这副牙齿太特殊，将来一定会有别国专家认出来，所以他保存了它。但后来接手暗档的法医因厄莫里尔说，那副颌骨因为太臭，后来被丢掉了。这就是冰骨女人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片身体也消失了。现在的挪威还有人在找她，他们手里有 DNA， 有牙釉质分析，有50年前8张假身份证，有一本写到一半的密码本，还有一张他骑在马上的照片。他们仍然找不到他到底是谁。